移民澳洲呢，是否需要买私人医院健康保险呢？取决于您个人的情况和需求。第一，健康因素；第二，收入因素；第三，年龄因素。Hello, how's everyone going? 欢迎回到约翰尼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想来跟大家炫耀一下我的新玩具 Apple Watch Series 10。这是我第一只 Apple Watch， 而且重点是呢，它竟然是免费换来的，用了快1个月，我真的是超级满意的。不过说实话呢，一只全新的 Apple Watch 46mm Series 10呢，在澳洲大概要价650块澳币，换算成台币呢，大概要14500左右。要我直接掏钱出来买呢，其实我还是会考虑再三的。但是今天如果你是不用花钱，只要乖乖运动，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就能免费获得新的苹果手表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啦。所以啦，重点来了，到底是什么好康可以让人保持运动健康，还能换免费苹果手表呢？答案就是澳洲私人健康保险 Medibank 的 Live Better Program。说这么多，还不是一样要花钱去买保险？那我干脆把买保险的钱存下来去买 Apple Watch 不就好了吗？事情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哦。怎么说呢？要解释起来的话，就必须要先跟大家聊到澳洲的全民健保啦。没错，澳洲也有全民健保，这边叫做 Medicare， 是个公立医疗系统，给澳洲的公民和大部分永久居民使用的。Medibank 可以 cover 大部分的医院和医疗费用，但有些项目呢，像是牙科、物理治疗或者是救护车，就有可能不包含在内。所以有些人呢，就会买私人保险来补足。而我买私人保险呢，其实并不是真的因为我需要，我真正用到医院保险的机会其实并不多。会买私人医院保险呢，是另有原因的。首先呢，就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澳洲健保的收费方式。澳洲 Medicare 的收费方式是看个人的收入，基本税率呢是所得的2%，但政府为了减缓公立医院的压力，并鼓励大家去买私人医院保险呢，就设立了医疗保险附加税 （Medicare Levy Surcharge） 以及终身健康保险附加费 （Lifetime Health Cover Loading）。有关于医疗保险附加税呢 ，Medicare Levy Surcharge 又称为 MLS， 是澳洲政府对于高收入者，而且并未购买私人医院保险者需额外支付的附加税，鼓励较高收入的人呢去投保医院保险，增加较高收入民众的就医选择，以达到分流，舒缓公立医院的压力。那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的税率呢，是从1到 1.5%， 依收入集聚而定。这些收入门槛可能会根据财政年度而有所调整，因此建议各位呢随时查询澳洲税务局来看最新的资讯。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澳洲政府的官网，这边可以看到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Income Thresholds and Rate， 今年度呢是2024年到2025年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，在 Base Tier， 也就是你的年收入在97000澳币以下呢，你就是 0% 不需要去支付这个附加税的。那 Tier 1的话是97000到113000， Tier 2的话呢是113000到151000。那我就是落在这个 Tier 2的阶层，必须要去支付 1.25% 的附加税。各位朋友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年收入到底是落在哪一个 tier， 然后去算一下自己的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大概要付多少钱。简单来说呢，高收入的人如果没有购买私人医院保险，就必须要多缴税；而买了任何一种医院保险呢，你就可以避免掉这一个税。在我的看法呢，澳洲绝大部分专业人士的年收入呢，都是无法避免到这个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的。然后这个中产阶级护理师来说，去年的收入甚至已经落到了 Tier 2， 需要缴1年 1.25% 的税。以 Tier 2最低标算一算呢，一年至少要交给政府1412澳币，大家先记这个数字。重点是呢，你今天缴了这个钱，政府也不会给你更好的健保，你去公立医院不会变成 VIP， 照顾你的护理师身材不会变得比较好，比较温柔。简单来说呢，你就是白缴了。再来，如果你今天超过了30岁才买私人医院保险，政府规定你还必须交终身健康保险附加费 Lifetime Health Cover Loading 给保险公司。这是为了鼓励呢大家趁年轻的时候就买保险。那附加费的计算方式为从31岁生日后起的7月1号，每超过1年购买私人医院保险，保费将会增加 2%， 而且这个附加费是可以累积的，最高可以累积到 70%。这边举个例，假设你今天满40岁才开始买医院保险的话，你则需支付 20% 的附加费，但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只要你连续投保10年后呢，你就可以免除这一个终身健康保险附加费。好的，那接下来由约翰尼的小教室为大家举一个例子。假设你今天在30岁的时候呢，就买了保险，
第一年要缴1000块是原价，第2年也会是1000块，直到第10年跟第11年都会是1000块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是31岁的时候才开始买的话，就会变成1000块，再加上2%，也会变成1020。第2年的话也会是1020，第10年是1020，直到第11年才会变回原价。那如果你今天是到40岁的话呢，由于这边差了10年，所以呢，你要缴的会是1000再加上它的 20%， 也会变成1200块。第2年呢也会缴1200块，直到第10年还是1200块，到第11年的时候才会降回原价。当然还有其他的豁免方式，但是平常人比较不会符合，所以不纳入今天的探讨范围。在了解了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和 Lifetime Health Cover Loading 之后呢，简单的在网络上用我的情况算一下，最基本的私人医院保险大概要付多少钱呢？在这边补充一下，我当初开始买私人医院保险的时候呢是33岁，因此根据规定保费呢，只需要再加上4% 的附加费。那有关于为什么我不在满30岁的时候就买私人保险的原因有2个。第一个呢是当初我在满31岁的时候，我才成为了永久居民，在那个时候之后，我才有所谓的 Medicare， 在那之前呢，自然也没有 Medicare， 也不适用于 Medicare Levy Surcharge。第二呢是刚开始有 Medicare 的时候呢，我的工作收入其实还没有多到要被征收 Medicare Levy Surcharge， 因此呢，即便隔年可能会被多收取2% 的附加费，权衡之下呢，我还是选择不买。OK，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情况下，一个人在澳洲保医院保险的话，大概要付多少钱呢？这边我已经事先呢把我自己的资料先填上去了。今天要搜寻的就是单人的一个医院保险。那我今年是34岁，目前居住在 SA South Australia， 也就是南澳。那目前的年收入呢，大概是11万3到15万1的这个阶层当中。搜寻之后呢，就得到以下3个结果啦，它们的价钱各有不一样。那如果你想要比较的话呢，到底要买哪一个比较好，你就可以往下看 ，check what's covered， 点一下，那它就会跟你说到底有 covered 哪些东西。那 basic accident 的话，就是真的是保的很少啊，基本上划过去全部都是叉叉。那 basic 这边的话呢，就有比较多一点的，就是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啊 ，tonsils 啊 ，joint reconstruction 啊 ，hernia、appendix、gynecology， 然后 dental surgery， 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。再往上的话，到 Browns 的话就会包含更多啦。那我本身评估自己的健康选项之后呢，就觉得保到 Basic Plus 就是差不多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原价是1260，那1260呢是不包含我刚刚说的 Lifetime Health Cover Loading 的4%。如果再加上那4% 的话呢，1260乘上1.04就会等于是1310。那1310跟我一开始算起来要缴的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的税1412，足足还少了100多块，那是不是买了私人医院保险会更便宜呢？所以，与其在那边抱怨澳洲的游戏规则，不如把时间拿来研究如何把这些跟你注定无缘的钱效益最大化，不是吗？听了这么多之后，你可能会觉得澳洲的制度好麻烦，而且好像要缴很多的费用。没错，在我缴费的时候，我也是千百个不甘心、不愿意。但以一个同时在台湾、澳洲两地都当过医疗照护提供者跟接受者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这些规定呢是有助于澳洲全民健保的永续性，可以避免澳洲健保变成台湾健保目前的窘境。享受医疗照护的民众觉得健保很好，但提供医疗照护的医疗人员们却认为健保的问题很大。真正好的一个健保制度，不是应该让医疗照护提供者跟接受的都觉得好吗？这才是一个好制度，不是吗？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。但显然的，目前台湾健保的情况是已经失衡了。在我之后做足功课之后呢，我会慢慢的来跟大家谈谈台湾健保跟澳洲健保的差异。了解了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跟 Lifetime Health Cover Loading 之后，我们来聊聊 Medibank 的 Live Better Program。Medibank Live Better Program 呢是一个健康促进计划，鼓励会员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并提供奖励。会员呢可以透过走路啊、运动、健康饮食等方式来赚取积分，而这些积分呢就可以拿来换取 Apple Watch、AirPods、Garmin 手表等等，或直接拿来缴保费。影片中呢就是我今年2月份回台湾过年的时候，一边累积着我的 Live Better Points，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分数有77000多点。那我在过年期间呢，就花了7万点
去换了最新的 Apple Watch Series 10 46mm， 然后还附赠一个表带。虽然说看着自己的 Live Better Points 从77000多点一下子少了7万点，有点心痛。但当我收到我的 Apple Watch 的时候，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了。然后 Medibank 呢，还有跟 Apple、Adidas、Booking.com 和健身房等合作伙伴呢，有提供一个优惠。这边举个例，对于喜欢运动健身的伙伴 ，Medibank 还有提供 20% off your gym membership， 而且只要有规律的去合作的健身房运动的话，Medibank 还会额外奖励你 Live Better Points 哦。简单来说呢，它就是一个鼓励大家保持健康的一个计划。如果你是 Medibank 的会员呢，可以去看他们的 App 了解更多。那如果你不是的话呢，在买保险之前，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他们的优惠。OK， 都捧到这样了，大家应该能够猜到今天的赞助商是谁了吧？嘿嘿，你以为是 Medibank 吗？我也希望，但我是什么咖小，人家才不会特地来找我为他们打广告呢。今天的赞助商呢，其实就是观看影片，然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的你们啦。今天我想分享这些资讯呢，完全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资讯很棒，然后我想要分享出去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们。OK， 那由我来为大家做一个小结。移民澳洲呢，是否需要买私人医院健康保险呢？取决于您个人的情况和需求。以下呢是一些你需要考虑进去的因素。第一，健康因素。如果你今天本身就有很多的健康疑虑的话呢，不用考虑了，直接买就对了。除非你今天跟你的健康过意不去。第二，收入因素。如果你今天在澳洲呢，跟约翰尼一样是一个中产阶级，甚至是更高的话呢，Medicare Levy Surcharge 医疗保险附加税呢，是另外一个你必须考虑进去的点。第三，年龄因素。如果你今天呢在澳洲满30岁之后，你可能会多收取一个 Lifetime Health Cover Loading 终身健康保险附加费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必须要考虑进去的点。好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收集并统整的资料呢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，还请不要吝啬给我一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或有疑问的，一样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我是约翰尼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